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持毛黑裙造型霸气出圈，女战神气场全开。赵丽颖的黑色抹胸裙造型完美诠释了高级与气质的结合，暗黑风与复古妆容碰撞出独特魅力，细节之处尽显新中式美学。丽颖这波造型真的很高级，黑色抹胸裙配上她那种气质，完全把女神范儿拿捏得死死的。这造型吧，说实话，我一开始觉得那根黑金色长毛有点过了，但仔细一看还真挺搭，毕竟现在这种暗黑风确实挺火的。唯一就是不知道她拿着那么重的道具会不会累着，她最近好像都瘦了不少。妆容这块选了复古冷艳风，嘴唇涂的那个正红色特别衬她，跟白到发光的皮肤形成了绝妙的反差。短发是真顶。要说最绝的还得是这件裙子的版型，完美藏住了她最近被说发福的事实，虽然我觉得根本没胖。露背设计勾勒出来的线条，不愧是能把腰练到18寸的人。手上那根金色羽毛说不上来哪里好看，但就是莫名让整个 look 更出片了。看到这儿忽然想起来前2天她参加那个活动穿的那件白裙子好像也是这个品牌，好像是又好像不是，算了，不跑偏了。这次的造型细节可太多了，美甲和戒指都特别讲究，造型师是真的懂它。整体来说就是那种咋说呢，又酷又可的 feel， 典型的新中式美学了，属于是。前阵子还有人说她年纪大了 hold 不住高级感，这次这组照片可算是响亮的打脸了。造型从头到脚都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气场强大但又不会太压人。讲真，这种高级又不失温度的感觉，现在的小花里也就她能驾驭了。赵丽颖此次以黑裙加长毛的造型强势登场，无疑再次刷新了大众对她既定形象的认知。从曾经的甜美村花、清新少女，到如今气场全开的女战神，赵丽颖的蜕变过程仿佛是一场关于力量与美的深度演绎。在这组大片拍摄花絮中，她身着一袭剪裁利落、线条感强烈的黑色礼服，手持长矛直面镜头，整个人宛如从史诗大片中走出的战士女王，冷峻、坚定、刚柔并济。这种风格上的突破并不只是外在服饰的变化，更是她内在成长的自然外化。赵丽颖之所以能将这一种极具攻击性与张力的造型驾驭得游刃有余，核心在于她不断积累的表演经验与沉淀下来的自我力量。很多人或许仍记得她在《姗姗来了花千骨》楚乔传中的灵气少女形象，那时的她甜中带韧，是初出茅庐的努力者。而如今，时光赋予她更多沉稳与从容，使她在面对镜头时，不再只是可爱与灵动的代名词，而成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存在感。在这次大片中，她不笑时的克制表情、专注眼神，甚至微微收紧的下颚线条，都透露出她对角色气质的精准拿捏与自身状态的极致掌控。值得一提的是，这组女战神造型并非简单的视觉惊艳，而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在时尚语言中，长毛代表攻击、防御、保护，也代表主动掌控命运的意志，而黑裙则象征内敛的力量、理性的美、隐忍与爆发的结合。当这两者叠加出现在赵丽颖身上，不再是单纯的装扮，而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精神投射。她所传达的不只是个人魅力的释放，更是当代女性力量的具象体现。即使温柔，也能刚强；即使沉默，也能咆哮；即使曾经跌倒，也能重新提毛出征。从成长轨迹来看，赵丽颖一直是一位用行动书写逆袭2字的女演员。从毫无背景的草根出身，到如今中国影视圈最具商业号召力的女演员之一，每一个阶段她都在努力突破自我，推翻标签，拓宽可能。这种精神与她此次的战士形象形成了奇妙的呼应，不是一夜成名的幸运儿，而是用坚持和痛苦堆积起的盔甲，用微笑与执着打磨出的长矛。她的气场并非天生，
而是岁月馈赠与努力铸成。许多网友看完花絮后纷纷留言：赵丽颖的气场太震撼了，她简直就是行走的力量感，又美又飒，女战神本神。这种全民层面的情绪共鸣，其实也反映了当下大众对于美的定义正在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观众不再仅仅追求外貌上的甜美可爱，而是倾向于欣赏那些内外兼修、有故事、有态度、有信仰的独立女性形象。赵丽颖此次的女战神造型，恰恰切中这种时代审美的转型节点，让人们在美的同时感受到了力量与信念。当然，在镜头之外，赵丽颖始终是一位低调、克己、专注的演员。她从不沉迷于流量的喧嚣，而是始终回归表演本身。她曾说，演戏是我能沉下心去做一辈子的事情。这种初心不改的坚定，让她在不断突破的过程中，也保持着自身的纯粹。无论是甜美、朴素的角色，还是如今锋利、高级的形象，她都以极高的完成度呈现出不同侧面的自我。这种能力的底层逻辑，离不开她对每一个角色、每一次造型的深度参与与全情投入。拍摄一组大片，对许多艺人来说或许只是一次任务，但对赵丽颖而言，这更像是一次对自我风格与精神气质的再塑造。在每一帧画面中，她都在诠释一种新时代女性的多元表达，可以温婉如水，也可以锋利如刃，可以穿纱裙跳舞，也可以持矛出征。她不再被定义，而是用镜头反定义了赵丽颖这3个字。最后，想送给每一位关注赵丽颖，也在自我成长中的观众一句话：无论你此刻正处于哪一个人生阶段，请相信，只要你愿意坚持、努力、不妥协，总有一天，你也可以披上自己的盔甲，拿起人生的长矛，成为你生活中的战神。赵丽颖已经用她的经历告诉我们，哪怕起点微弱，也能绽放耀眼光芒；哪怕身处泥泞，也可迈步向前。愿每个女孩都能像她一样，不畏困难，勇敢生长，在风雨之后，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继续关注赵丽颖，继续为那些在沉默中闪光的努力者点赞。打破壁垒，王一博引领内娱出海，国际影响力震撼全网。王一博打破品牌刻板印象，从顶流到职业赛车手，粉丝遍布各领域，购买力惊人。与嘉实多合作开创内娱新局，手握5奢代言，30家品牌争相合作，更助力安踏、林氏家居创销售神话，真顶流实力改写商业规则。本以为30个代言就已经是内娱天花板了，没想到王一博的商务资源还在涨。之前国际巨星代言的嘉实多，前几任代言人还是舒马赫、贝克汉姆、C 罗、内马尔。没想到第一次请中国明星代言就瞄上了王一博，可想而知咱博哥的国际地位到底有多高。要知道，作为润滑油品牌，嘉实多是基本不会邀请娱乐明星代言的，毕竟光是赞助世界杯、欧洲杯、英超联赛等顶级的赛事就已经足够让品牌出现了，根本没有把受众群体瞄准娱乐圈明星的粉丝。但王一博却凭实力打破了品牌的刻板印象。作为顶流的他，不仅粉丝遍布各个领域，购买力极强，如今成为职业赛车手的他，更是撬动了一大批赛车粉和运动粉。再加上王一博不设限的人生态度，也与品牌的发展理念高度重合，这才让一向不关注娱乐圈的品牌瞄准了他。而王一博与嘉实多的合作，也绝不只是新增一个商务代言而已。及其商业影响力的他跨领域合作，也为内娱开创了新的局面，改变了内娱商务格局。行走的财神爷真不是说说而已。作为真正的商家必争之地，王一博的商务水平有多牛？还记得此前王一博官宣 Jimmy Choo 成为真正手握5奢的代言天花板时，就曾引起了很多追星女的震惊。毕竟能打破品牌竞品冲突，同时让一个人代言同一个品牌，并且还是全球代言的王一博还是第一个。更是有混韩娱的姐妹表示，别说奢侈品了，就是王一博身上随便一个代言，
哪怕只是一个小品牌就足够让粉丝吹很久了，更别提像王一博这样代言数量突破30家奢侈品牌上赶着为他细分赛道求合作，更是前所未有。别说王一博是内娱商务王者，就是放眼整个亚洲，他也是很牛的存在。可明明那与有性价比的明星那么多，商家却为何上赶着跟王一博一个人合作？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别的明星通过代言抬咖，王一博却能凭借着恐怖如此的影响力为品牌抬咖。安踏在参加王一博之前，不管有多努力，零售也始终在耐克和阿迪之下。他签下王一博之后，他就秒变国货之光，不仅股价飙升，还在当年就拿下了体育品类销量第一。林氏家居在前有王一博之前，在一堆家居品牌中查无此人，可在签下王一博之后就直接创新。20分钟销售额破亿的神话副总裁更是亲自透露，光是王一博代言了一款沙发，销售额就卖了1个亿。而主打平价的真维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辈子居然能和香奈儿罗意威产生联系。在王一博对国货的扶持下，真维斯也瞬间多了几分高级感，让高奢放下身段和平价品牌和谐共处。恐怕内娱也只有王一博能做到真顶流的实力，简直让人太佩服了。王一博，一个从偶像舞台走到国际聚光灯下的名字，如今已经不仅仅是内娱顶流的代名词，更是一个具有全球号召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标志性人物。近年来，随着中国娱乐产业加速出海，王一博以其多元的身份、硬核的实力与不可复制的个人魅力，成为破圈先锋。从时尚资源到影视作品，从品牌合作到国际舞台，王一博逐步构建出一个立体化的全球影响力版图，在海内外引发热烈关注。他在国际时尚领域的崛起堪称教科书式典范。从 Louis Vuitton 品牌大使到 GQ、Vogue 等全球顶级杂志封面人物，王一博不仅以超高的时尚表现力赢得了各大奢侈品牌的青睐，更通过一次次亮相全球秀场和封面企划，将中国新生代男星的独特气质和审美文化推向世界。他的时尚态度不浮夸、不做作，而是自成风格，冷峻而坚定。这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打破了以往国际视野对亚洲偶像的刻板印象，让世界看见了中国男星的新形象。除了时尚领域的全面开花，王一博在影视作品和国际奖项上的表现也值得书写。他主演的《长空之王》不仅在国内斩获高票房，更在多国院线同步上映，引发海内外军迷与影评人的热烈讨论。该片之所以能够引发跨国共鸣，不仅因为题材稀缺、拍摄硬核，更因为王一博在片中用演技与真实情感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他的努力与专业态度让人看到，所谓的偶像转型，不是一次标签更换，而是扎实的实力积累与不断挑战自我的结果。在谈商业价值，王一博几乎成为国际品牌打入中国市场的黄金敲门砖，而中国品牌借助他的国际影响力出海，也收获颇丰。他代言的多个国际运动、奢侈、美妆品牌，在其带动下成功在亚洲甚至欧洲打开市场。这种反向输入式的品牌影响，展现出王一博在全球消费市场中的独特地位。他不仅是代言人，更是品牌战略合伙人。合作品牌们不再仅仅看重粉丝转化率，更是希望借助他的公信力、价值观和全球影响力，完成自身品牌文化与国际传播的升级。社交媒体时代，明星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影视或舞台，而是延伸到每一个可以与世界对话的维度。王一博的社交媒体粉丝遍布全球，他的每一次动态更新，每一组写真发布，都会在 Ins、Twitter、TikTok 等海外平台引发热议。粉丝留言中多语种混杂，仿佛一个国际线上联合国。更重要的是，他始终保持低调，不炒作，不刻意迎合国际市场，却靠真实、专注与稳步前行赢得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粉丝的喜爱与尊重。
这种无声胜有声的气质，反而让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文化传播者。在文化输出层面，王一博也逐渐扮演起国家形象名片的角色。无论是央视的多次重大晚会，还是联合国青年发展会议，他都是被点名参与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正是这份国民信赖加国际认可的双重身份，让他在国际舆论场上拥有极高的话语权。如今的他，不再是单一维度的娱乐明星，而是一个可以融合文化、商业、外交等多个角色的全能标杆人物。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并没有被国际顶流的光环冲昏头脑，他仍旧坚持在每一个角色、每一项挑战中亲力亲为。从极限运动到舞台演出，从电影拍摄到综艺录制，王一博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广受业内肯定。尤其是在面对一些高风险、高难度的作品任务时，他从不做人设式演员，而是选择用汗水和实力去赢得认可。这种踏实认真的态度也赢得了品牌方、制作方以及海外媒体的高度评价。在多重身份加持之下，王一博的出海不是被动参与，而是主动引领。他不仅成功将自己输出到了全球视野，更以个体力量推动了整个内娱产业链的国际化探索。从时尚到影视，从综艺到公益，他将一位新生代中国艺人的精神面貌完整展现给世界。如今的他不仅是粉丝眼中的偶像，更是无数行业从业者、文化学者口中值得研究的样本。最后，也想借这个机会，对所有关注王一博、关注中国青年偶像国际发展的观众说一句：文化自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体现在每一位认真做事、不忘初心的年轻人身上。王一博正是这样一位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不懈努力的中国青年代表。他的成长是时代的馈赠，更是时代的回响。我们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像王一博一样，既能深耕专业又能放眼全球的中国面孔。他们不仅是娱乐产业的明星，更是文化传播的使者。期待王一博带来更多作品，也期待他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他的每一步，不只是个人的突破，更是在为整个内娱行业树立新标杆。在未来，他或许还会让我们看到更多不可能的可能，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陪他走下去，见证这个年轻人如何一步步拓宽中国娱乐产业的世界版图。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